好，中美科技战今天来关心的是华为的2奈米专利绕过 EUV 震撼全球。另外，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中美之间的这一场贸易战，包括川普寄出的关税战，本来是要整中国大陆的，结果没有想到大陆它的贸易竟然是突破了1兆美元，创下了历史新高哦。那么我们今天也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。这个是科技圈的大消息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川普突然间宣布了H200可以卖给中国大陆，但是要有前提的，如果说卖出去的话，还是要被课关税，抽成是针对每汽抽25%的这个税，理由冠冕堂皇，就是说它要兼顾美国的安全，维持 AI 的领先。但是现在科技圈也在解读，是川普真的觉得怕了，针对这一场科技战，因为呢，其实黄仁勋早就已经多次警告川普了，他说呢，我们不能降低卖给中国的晶片品质，不然呢，中国大陆根本就是不会接受的。尤其我们看到大陆一直在做它的自产晶片，华为的实力不断的爆发性的成长，不管是它的这个实力爆发性的成长，或者是它的专利，我们都会一起的来特别看到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每年翻倍成长，远超过这个西方。只有年增幅大约20%，而且确实哦，大部分的人才都是华人，专利在中国现在已经在全球高达了70%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大陆在这个华为的 GPU 的专利5年更是暴增了10倍，那现在专利数量更是创下了新高，包括它的算力也推上了近70%左右。现在看到是大陆的杀手锏，被视为是要特别美国关注的，就是他们3年前推出的这项专利，有20项的这个环绕闸极的一个技术专利，号称能够让 DUV 绕过 EUV 直攻达到2奈米等级的一个制程。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？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要放行 H200？怎么看？他说我们不能降低卖给中国的晶片品质。大家还记得这1-2年来说要卖那个 H20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到最后。他们说不要用 H20了，我们华为自己能够做。那现在川普突然说好，那我卖 H200给你啊，这个水准就品质就比较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不过我们还是一样啦，我们关税的这个还是要抽25%啦哈，这关税就先摆在一边。然后业界就问黄仁勋说，你觉得中国会接受吗？黄仁勋说，我不能断定中国接不接受 H200。然后为什么？因为华为一直在突破技术瓶颈。他既然说，就算是2奈米的专利，他也可以绕过去。为什么？反正我艾斯摩尔的东西我买不到嘛。那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会在什么？他说他要在一个，就是说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领域里面，他竟然可以说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用深紫外光，听清楚 ，DUV， 用 DUV 去支援那个金属间距小于21奈米的金属整合技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出2奈米的东西。我操，这个你会不会听起来觉得说这个技术瓶颈应该很大吧？对不对？因为你不是直接得到了 EUV 极紫外光，那这样子做出来的晶片，它的良率可以吗？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华为一直在鸭子划水那所以黄仁勋他就一直提出警告，他说：“你不要以为人家做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半的人才在那里，不是在我们美国，50%以上的 AI 人才都在中国，然后中国的专利是70%。我想请问你一下，这些数字是代表什么意义？就说艾斯摩尔仍然是世界的龙头，没错，艾斯摩尔一定它还是值全球牛耳的首席之位，可是华为的技术领域突破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它直接绕过深紫外光，它直接进攻极紫外光，而且它用这样的技术方式，虽然可能在现阶段还有良率跟量产的问题，但后面它会不会达成呢？很难说。我是觉得说黄仁勋的警告是对的，他最后还讲，他说，当年辉达95%的产品卖给大陆，现在他还要我们的东西吗？辉达仍然是世界第一，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绝大的大陆市场。我要失去更多吗？这个才是现在就是说川普他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才对。
好，同样一个问题也请教上次哥怎么看，就是绕过 EUV 那就可以挑战2奈米。首先我还是先讲一下，川普这次突然愿意在全美国上上下下，众议院、参议院，包括那么多的这个军事赛的专家都反对卖好的晶片给大陆，但川普突然宣布这一点，对我认为这还是很微妙的。后续的影响我们还是要看而且他要记得他不是宣布，他还强调他跟习近平通了电话，然后他还讲说习近平的部分是好像正面的回应，是这样吗？所以这里头现在还有很多的悬念在此，而且现在到底当然这意味着黄仁勋说服了啦。我觉得包括整个至少他核心的幕僚是支持的，那这个还是很了不起哦。我觉得黄仁勋真的是拼了命的，都快活不下去。当然必须得说，黄仁勋现在的这个担忧点就在于，我们要知道，其实不只是一个一个晶片2奈米这些技术，主要黄仁勋这边以 AI 晶片来说，因为他自己有他的这个 Blackwell 的框架，川普接着也说 Blackwell 还没有给你，而且下一代的这个 Rubin 的这个，我说都是辉达很厉害的这个框架在运用的这个晶片，也不会给你啦，就给你这个 H200，但 H200 比起 H20已经厉害6倍了，算是可以的了。而且很多我知道中国大陆什么阿里巴巴，他们还是很想买因为这晶片还是蛮厉害的，所以现在这里头我有个神奇的拉扯，值得大家关注。不过刚刚提到的部分，现在到底中国大陆买单吗？会不会影响现在华为的权力的这个拓展？我认为不会。我认为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国家战略，要发展出自己的晶片，即使买你一点点，看到川普的面子或黄仁勋的努力份上，但也不可能全面结构性的开展，因为中国大陆一定不能够调到辉达的这个 Blackwell 跟未来 Rubin， 甚至包括现在我们都知道 Google 自己在做晶片，未来可能会直接跟黄仁勋一起来对抗，还有 AMD 的这些晶片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特别注意所谓的这些重点已经不再是2奈米。首先，半导体晶片跟 AI 晶片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方向。以华为来说，主要是放在特别是新海来的投资。华为现在那么多的专利，主要就是这一代的半导体，我们不要讲下一代的这个新材料，它要全部绕过，包括艾斯摩尔绕过美国这个几百几千样的部分的专利，很不容易。但是你说不可能吗？可能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，华为自己本身专利的技术很强，不只是它现在这个晶片，你要知道它最厉害的专利是6G 通讯，而且它包括做智能车，包括它的鸿蒙系统，乃至于它在采矿养猪，你可以想到全中国现在在应用的东西，包括无人机的很多系统，华为都在里面而且现在国家要用华为的这个底层的系统，所以呢，这些华为的全面的专利所构筑的是跟中国这个国家量身定制在一起，而且我们必须得知道说，最近其实所有的这种晶片也大家越来越有类似像中国大陆现在用 DUV， 它就用重复曝光技术，那连台积电自己现在也都用这种小晶片的堆叠技术包括 CoWoS 这些堆叠技术，也就是说，这里头不再是在竞争这种2奈米、3奈米，最近大家不再多谈，因为有新的技术，而且这是半导体晶片如果我们就 AI 晶片来说，现在更重要，中国在发展一个晶片烂一点没关系，可是它在整个所谓的AI 云或云算力这个架构里头，会有新的软体的写作方式。我可以把你晶片，如果现在我用烂晶片，但我的烂晶片可以体现出全部的功能，包括现在如果你 H200可以买到，它现在新的这个框架就不是用辉达的框架，是自己开发的框架。所以过去辉达晶片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在台湾用可能只能用它40%的功能，而中国大陆就要把它逼到80%、90%，我们就这样超频，或者等于是把它就 optimize 到现在功能。所以中国大陆透过它发展其他配套的软体，即使晶片是比较弱，所以今天全面的攻伐来讲，基本上还是以华为为它的整体的发展，无论软体、硬体的部分的总核心。因此，我相信 H200虽然应该有可能看你妹子买一点点，但它不可能从此放弃中国自己搭建全方位半导体跟 AI 晶片的国家战略。好，中国大陆在科技战上面全方位的发展包括发展也非常的快速，所以这一回呢，川普在科技战上面看起来是让步有所解禁 H200，但是在这个贸易战上，川普恐怕是没有料到，因为呢，本来是希望用关税来锁死中国大陆的，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最新的数据，反而是有利中国大陆的，也就是中国大陆最新贸易逆差首次创下新高，突破了1兆美元，让美国被害惨了。因为关税的关系，美国的物价暴涨，然后通膨失控。我们来看。
看到几项最新的数据，第一个，中国大陆2025光是前11个月贸易逆差，刚刚提到了突破1兆美元，史上第一。第二件事情，他们对于美国的出口其实下降幅度高达20%的，对美国的采购也同样是下降了。但是呢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有没有解决？其实是没有的，仍然是达到3倍。刚刚讲了，还有造成的是美国的物价上涨，包括了现在涨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天然气涨幅70%，牛肉上涨16.6%，那么牛绞肉也有12.9%的一个幅度，45%的美国人已经痛批说，生鲜食物实在是贵到他们已经难以负荷了，怎么回事？本来要打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税战，怎么越打越强？大使怎么看？因为美国虽然这个农产品很丰富，它很多也是进口的。比如说，它这个牛油果哈，就是我们叫什么这个那个大陆叫牛油果，台湾叫什么？avocado，都想不起来。洛梨，它全部墨西哥的。对，加州也有，基本上都墨西哥的。川普把墨西哥农产品给你加15%，你的市场价格是不是贵？对，还有很多这些东西都是邻近国家的。连牛肉，我们后来发现，美国比较平价的牛肉很多是买巴西的，巴西给人家 charge 25%。对，你说美国的这个物价能不贵吗？所以我们认为美国是产大豆、产大麦，什么都外销，可是很多农产品也是进口的，包括肉品都进口的。所以现在我觉得美国的这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，政府抽税抽太重了啦。你政府抽税抽重了以后，物价自然上涨。因为川普说我这个关税是抽外国政府，是外国政府跟我交税，那是骗人的。你的税收是老百姓交。我跟你讲，关税是谁收进去的？你知道？关税是美国政府收的。你是钱交给美国政府，美国老百姓的税呢也是交给美国政府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你知道现在国际贸易的基本上的这个作为是什么？关税部分都由进口商出，对，没有出口商在出关税的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叫 FOB。FOB 的在国际上叫离岸价格。我这个价格报你就是离岸，我把它送上船以后的后面事就是你进口，你买的人负责了。买的进口商他当然他要付关税，在哪里付？不是离岸的时候付啊，是近岸的时候才去付关税啊。所以这个税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什么？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商在付。那进口商他有时候说，我这个税很重啊，你出口的时候你分摊一点好不好？你吸收15%好不好？你吸收8%好，那没有问题，那你就卖便宜一点可以。可是问题大部分关税还是进口商在付啊。对。那问题，所以这些钱都被谁收去啊？美国的进口商税交给谁？交给美国政府。美国老百姓税交给什么？所以美国老百姓过去只要交税，关税美国平均关税已经2%而已啊。现在美国平均关税搞到人家都是要人家怎么？都是要给到多少？15%。日本的都是15%，韩国15%，我们台湾是20%嘛，25%，印度是50%。对不对？现在这个墨西哥、加拿大都是都是很高的关税，所以你税重了，最后谁出？消费者。所以到市场的时候，价格都往上走。那怪谁呢？怪美国政府。另外一方面，美国基本上它的这个债越借越多。其实它的债越借多，你的美国人的所谓的怎么讲？他的这个他用高利息的结果。美国人说实话，每个月1号就在写支票，付什么车贷、房贷啊，家里的那个音响贷，然后买什么都是分期付款，每一个都有利息。然后美国还有什么循环利息，那个信用卡的贷款，那美国的利息这么高，那老百姓真的是负担的重的不得了。中国大陆很简单啊，中国大陆说实话，美国最近一个记录说。他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从4.5%，GDP 4%到现在已经降成2.2%了。意思就是说不依赖美国市场。然后呢，在俄罗斯、中东、南亚、东协、非洲市场全部遍地开花，它分散市场了。对，好，谢谢大使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。小国生存，
现在与未来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。